火鸡红了，到了最佳的观赏季节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园子里面都会迎来一些不速之客，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，吃几粒火鸡果，晒晒太阳。结交了这么多年，对这个家很熟了，可我真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。火鸡果红透的时候的确诱人，更别说这些贪食的小鸟。这个火鸡盆景的干是逐年续剪出来的。对火鸡盆景的培育，主要是剪和掉渣，基本不需要盘杂。玩火鸡有3块，即生长快、成型快、结果也快，比较适合初往盆景修建练手。火鸡种养第2年就基本可以结果，对肥料的要求也不高，在贫瘠的土壤中也能开花结果。但把它做成盆景，尤其是成型之后，既要保住造型，又要结出满树的红果，是有一些方法的。说方法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剪什么样的枝才能在春季形成更多的发芽，结出更多的果。火鸡的发芽一般在1至2年生的木质化枝条上形成。修剪主要有2个阶段，在春季对一些没开花的枝条，把芽头剪掉，可以把枝节控短，符合造型的需要。另一方面，剪去芽头可以加快枝条的木质化进程。到第2年木质化后，才会在这些枝条上长出发芽，结出更多的果实。秋剪新枝，除造型需要，立秋后长出来的枝不要留，挂果后加上秋天生长出来的枝，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而且这些秋天生长出来的枝条很难形成花芽。这些枝条是春季剪芽头、控短枝节后生长出来的，需养的枝粗度达到，也基本木质化。把它们剪短之后，在春季发出的芽一般就是发芽。对这些枝条，修剪之后要适当控水，在休眠期控制它们的生长，使盆景储存更多的养分，到春季才能长出饱满的花芽。火鸡盆景结果有2个主要特征：一是火鸡的挂果能力强，但开发结果持续的时间长，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影响第2年的发芽形成。因此，观赏的时间最迟也要在元月份结束。像这个挂果枝，不提前剪掉，春季很难长出发芽。二是火鸡在同一枝条上很难在第2年重复挂果，一般超过2年的枝条是很难形成花芽的。这样每年就对枝条进行修剪更新。像这种秋枝，既难长出，也不会形成花芽，修剪又彻底。更新的主要对象是这些已经结了果的枝条。像这种枝，把它剪短之后，重新培养它的侧枝，木质化后就能长出花芽。这个就是超过2年的枝，今年已经没有挂果了。这是今年已经木质化的枝条，把它剪短，开尊生长出来的侧枝就会开花结果。火鸡盆景结果就是在这种枝条新老替换中逐渐形成的。养好火鸡盆景，记住2个重点：只有1至2年生的枝条才会形成花芽。种养火鸡不能干盆，失水即失枝，严重时会造成整树枯萎。我是山区农场，感谢收看，评论区见。